第12天，複習一次殖利率、股利、成本的關係。記得，殖利率、股利除成本。您的堅持與好奇，讓這段旅程充滿了發現的樂趣。第12天，我們又回歸基礎，進行一次重要的總複習，確保最核心的觀念已經像呼吸一樣自然。錨定你的羅盤，複習成本、股利與殖利率。今天，小程在網絡上看到一篇討論文章，裡面寫着叉叉叉股票殖利率高達8%，現在不買更待何時？他瞬間感到心動，但隨即產生了疑惑，這個8%是怎麼算出來的？他真的對我有利嗎？他意識到，如果基礎觀念不夠扎實，就很容易被市場上各種華麗的數字牽着鼻子走。他決定停下腳步，重新錨定自己的知識羅盤。重要心法是，投資的決策質量建立在对基礎概念的100%理解上。看似簡單的殖利率3個字，是篩選標的與評估買點的基石，絕不能含糊。使用自我教學法，複習核心公式，不僅要懂，還要能教出來。能夠清晰地解釋一個概念，才是真正掌握的證明。小程的核心觀念複習筆記。他關到那篇誘人的文章，在筆記本上畫出3個大大的圓圈，並寫下它們的關係。1. 成本，我付出了多少？我買進一股所花的總金額含手續費。他的例子，我買了00878，平均成本是22.1元，這是衡量我一切盈虧的基準點。2. 股利，公司分給我多少？公司從賺的錢中分配給每一股的現金。他的例子，00878今年預估配發1.8元現金股利，這是我作為股東實際拿到的回報。3. 殖利率，我的投資效率如何？計算方式是每年股利除成本乘100%。請注意，這是一個隨成本變動的數字，它代表你投入的資金每年回報給你的現金比例。殖利率是結果，不是目標，不是選股依據。不能只看殖利率高低，而要看股利的穩定性與持續性。他開始推演，情境 A 他的現況，他的成本是22.1元，股利1.8元，他的殖利率等於1.8， 22.1乘100%等於8.14%。情境 B 股價上漲後，如果00878股價漲到25元，新买进的人成本就是25元，新投資人的殖利率等於1.825乘100%等於7.2%。情境 C 股價下跌後，如果股價跌到20元，他的朋友在此時買进，朋友的殖利率等於1.820乘100%等於9.0%。小程有了很重要的領悟，他看到了那篇8%的文章，背後的股價可能正處於長期下跌趨勢。高殖利率可能來自股價下跌，而非股利增加，可能是高殖利率的陷阱。他學到，不必羨慕別人，也不必追逐市場熱點，只要他的成本是固定的，他的預期殖利率就是固定的，這讓他感到無比安心。我的殖利率才是關鍵。這個公式告訴他，在股利不變的前提下，股價下跌時，殖利率會變高，此時買進更划算。反之，股價大漲時，殖利率會變低，此時追高就需要更謹慎。可以應用在投資時，當作決策的參考。這次的複習像一次心靈的校準，他不再因為看到別人討論某檔高殖利率股票而焦慮，因為他懂得分析背後的成因，因此消除了 FOMO 錯失恐懼症。他更加確信，他的核心到位型配置和定期定額策略，正是在不預測市場的情況下，為自己取了一個合理平均成本的最佳方式。他強化了自身的策略，他在他的投資宪法中用紅筆寫下大大的公式：我的殖利率等於我的股利，我的成本，並在旁邊注記：專注於我能控制的成本，接受市场给予的股利與股價。給您的讚賞與共勉，您願意花時間回頭打磨最基本的概念，這正是專業與業餘最大的分水嶺。請記得，股利反映公司實力，成本決定你報酬，殖利率只是表現結果。穩定現金流，再加上合理成本，
是長期幸福的存股。這3個詞，殖利率、股利、成本，看似簡單，但正確理解它們的關係與邏輯順序，是成為成熟存股者的關鍵。所有複雜的金融商品都建立在最簡單的數學之上，掌握基礎，您就擁有了破解萬物的鑰匙。在投資的世界裡，慢就是快，花1天時間徹底搞懂一個觀念，遠比盲目交易1年學到的更多。祝福您，憑借這份扎實的基礎，在未來的投資路上，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與清晰的判斷，穩健地走向您的財富目標。第12天，晚安。這一天，小程用最基礎的知識，為自己打造了一副能看穿市場行銷話術的慧眼。